三角洲行动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一眨眼42年过去，当年亲眼目睹黑鹰坠落的雅各布早已长大，继承了父母一手创业的 ERI， 并将其改名为哈福克集团。2007年，黑鹰坠落中跟三角洲队员打过照面的巴希尔瓦拉比作为 CTO 加入后，集团主营业务迅速从普通的物流软件编写转型为最前沿的 AI 技术平台研发。哈福克集团也因此逐渐成长为全球市值第1的超级财团。为了践行父母全球资源平等的一致，雅各布计划前往世界各处战略要地和高价值资源区域，或部署先进设施，或建立前沿实验基地，或修建军事要塞，以推动其宏伟目标的实现。而他眼中最合适的第一块实验田，就是地理位置和人情风貌都像极了索马里的混乱国度阿萨拉。2011年，哈福克集团跟阿萨拉王室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启动名为伟大工程的项目，开始建设位于乌姆河上的0号大坝，以推动阿萨拉经济复苏。7年后，0号大坝竣工，的确解决了阿萨拉严重的旱灾问题，但表面的一片祥和之下，也发生着雅各布不想听到的不和谐声音。库区建设时，大量不愿搬走的居民被强制移民，大坝的落成也导致下游世代以渔业为生的居民失业，这些都导致了古城扎尔瓦特衰落。更重要的是，阿萨拉人发现哈福克集团在投资基础设施的同时，还在大肆开采某种技术装备所必须的珍贵资源。随着国内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一直由皇室保守主义者尤瑟夫·法西姆领导，正在推翻国王、恢复本土传统文化、消除哈福克对阿萨拉的控制的叛军阿萨拉卫队诞生了。旧国王很快被推翻，然而阿萨拉卫队也不是铁板一块。目前已知的3位头目，雷斯出身阿萨拉名门望族，海外学生归来后，在父亲倾尽家产的帮助下，成为了阿萨拉军方司令。哈福克集团进驻阿萨拉之后，跟旧国王存在分歧的雷斯迅速成为了最强烈的反哈福克派，他也因此被旧国王罢免，于是干脆干起了军火和走私的勾当。旧国王被推翻后，雷斯便加入了阿萨拉卫队，赛义德则是村里的猎户出身，父亲死于受哈福克资助的军头哈姆克对他们的屠村行动。侥幸逃生的赛义德躲进了森林，意外救下一名阿萨拉卫队高级军官。被邀请加入阿萨拉卫队后，赛义德被哈福克是一切悲剧元凶的思想洗脑，多次执行暗杀、绑架和袭击任务。而第3个头目正是跟赛义德有杀父之仇的前朝遗老哈姆克，表面上加入阿萨拉卫队，暗地里跟哈福克勾结，哈福克资助他寻找旧国王下落，他则为哈福克的邪恶人体试验提供人体试验者。至于是什么邪恶试验呢？接着看，2024年，依靠在阿萨拉掠夺的珍贵资源，哈福克集团那个秘密技术装备终于研发成功，既包含哈福克超算技术和 AI 算法等真遥遥领先技术在内的曼德尔砖，其蕴藏的巨大算力可以攻破任意系统，堪称一切智能设备终结者。结果就在于阿萨拉钻石皇后酒店召开发布会当天，坚定反哈福克的雷斯突然带队闯入，抢走了一块曼德尔砖，为将来的一场灾难埋下祸根。次年，也就是2025年，1500米高的哈福克尖塔竣工， CTO 巴希尔因跟雅各布先扩张的理念不合，退出哈福克集团。时间一转眼来到2035年，哈福克集团召开重磅级发布会，可以修复受损脑细胞、找回遗失记忆的 Relink 脑机研发成功。项目首席科学家罗米修斯博士激动地宣布，有了 Relink 脑机，世界即将连接成一个整体。可就在这时，一枚准星炮准了他，是 GTI 干员麦小文。GTI 成立于0号水坝落成的2018年，彼时随着哈福克与阿萨拉本土的冲突日渐升级，曼德尔砖的秘密研究也引发国际社会的深切忧虑。为此，各大国达成协议，组建了一支由各国精英组成可全球部署的特种部队联盟，即 GTI。自诞生之时， GTI 就一直在收集哈福克集团危害国际安全和反人类的犯罪证据。起初有证据表明，哈福克集团正在研究气象武器。在一场严重的海洋气象灾害后， GTI 终于有了动手的借口，以调查气象武器为名，攻入哈福克集团气象研究所所在的临界点地区。而哈福克集团认为这完全是 GTI 的抹黑，宣称他们是用自己的技术将临界点地区从海平面上升的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并凭借港口、大厦等一切险要地带阻击 GTI。临界点战役之后，双方彻底撕破脸。然而气象武器的事不了了之，直至后来在风暴眼地区被首方的哈福克使用气象武器改变了战场气象，让 GTI 吃了大亏。随后就在发布会前不久， GTI 还发起过一次行动，试图拿下为 Relink 脑机研发供电的风电基地，以中断其研发进程，但遭受哈福克军队凭借纵横交错的堑壕的顽强抵抗。然而堑壕战战役 GTI 并没有达到作战目的，而 Relink 脑机一旦投入使用，更会引发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 GTI 启动了巴别塔行动计划，以摧毁 Relink 脑机原型机并控制罗米修斯博士。但在发布会上，不是一眼就认出了化妆成记者的 GTI 干员佐亚。原来 Relink 脑机最初是罗米修斯和佐亚合作的项目，当时研发突破赛季，他们需要大量资金。佐亚坚决反对接受哈福克集团的资助，但罗米修斯曾亲眼目
目睹他们的祖国和所属联邦因短视民众的公投而脱钩解体衰落，最终深陷战乱，所以不仅赞同哈福克集团全球资源平等的设想，更同意雅各布的秩序强权主张，早就接受了哈福克集团的资助。罗米修斯生日当晚，佐亚最后一次祝他生日快乐后，便与他分道扬镳，而佐亚送他生日礼物的那把刻有超人陨落的手枪，他一直保存至今。佐亚拿出哈福克集团在阿萨拉做人体试验的照片，这些被哈姆克抓来的普通人都因脑机技术不成熟的严重侵害，在极端痛苦中死去。佐亚质问罗米修斯：“你看不出来哈福克想要控制全人类的野心吗？”两人再次大吵一架。罗米修斯当然不可能透露原型机位置，麦小本收到命令就地击毙罗米修斯。然而就在他深呼吸瞄准的瞬间，一枚红点爬上了罗米修斯的脑袋，但这恰好点醒了佐亚，原型机就在罗米修斯的脑袋里。他立刻抄起那把手枪挟持了罗米修斯。这时红点的主人一群伪装成服务生的枪手杀了出来，他们居然是哈姆克的手下。继背刺了阿萨拉卫队后，这回又背刺了哈福克集团，妄图抢下脑机自己称王。佐亚和罗米修斯逃跑时，一枚手雷突然落在眼前，就在佐亚认命的瞬间，罗米修斯突然翻身把他护在身前，超人陨落，而我仍在。阴谋暴露后，失去了哈福克集团支持的哈姆克开始频繁抢劫物资，妄图重整旗鼓。于是 GTI 展开衔尾蛇行动，对其实施抓捕，最终在哈姆克的老巢扎尔瓦特古城将这个传奇坦克驾驶员击毙。此时阿萨德形势突然大乱。6月8日，赛伊德发动鼠疫行动，占领了0号大坝。雷斯也利用之前抢到的曼德尔砖推进了哈福克的发射火箭，摧毁了天网卫星系统。一时间陨落的卫星如火雨般砸下，这是一名 GTI 探员干了出来。2008年5月11日出生于四川的地震宝宝舰载机驾驶员威龙王宇浩，在弹药打空后，还有最后一枚巨大的卫星碎片仍在下坠。威龙决定启用一个大胆的方案，那就是预判好碎片下落轨迹，全速推进，自己弹射出去，让座机撞烂了卫星碎片。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为了彻底结束天网危机，麦小文通过安插在雷斯部下的线人获取了其行动踪迹。阿列克谢和王宇浩当晚便突袭红薯窝，企图直接剿灭雷斯，结果杀穿了后也没见到他。这时背后的大屏幕突然亮了，是雷斯。原来这货早就识破了麦小文的线人，不仅在继续发射火箭摧毁天网，而且埋伏下了重兵，灭鼠行动彻底失败。要干掉雷斯，只能日后到他老巢长弓溪谷再说了。此时阿列克谢驾着受伤的威龙跟麦小文一起，只能无奈地看着更多火箭升空，更多卫星坠落。在阿萨拉陷入被毁灭的边缘时，坐在后方指挥中心的佐亚却意外发现被毁的卫星都是假的，真正的天网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被全面升级了。下一秒 GTI 通讯系统突然彻底瘫痪，所有干员一时都跟总部失去了联系。什么情况？要知道哈福克早在2029年就在航天城吃过大亏，当时前战斗机飞行员和宇航员阿丹伊斯·德姆兰正带着7岁的女儿参加航天城开幕礼，不料阿萨拉卫队引爆了一枚遥控炸弹，德姆兰在保护巴希尔瓦拉比时受到重伤。得知雅各布在爆炸中保护了他女儿，还承诺要用最新技术把他恢复后，德姆兰变成了雅各布的铁杆支持者超雄老太。被雅各布骗为全球安全总监后，德姆兰就曾保证过当年的事件绝不会再在航天城重演。显然借由坠毁卫星摧毁 GTI 通讯设备，就是哈福克集团发现雷斯行动后的将计就计。就在电台陷入沉默时，一个神秘人通过哈福克的通讯频道联系上了佐亚。富商之子无名小时候随父亲在阿萨拉期间遭遇某个军阀袭击，父亲被杀后，无名也被哈福克集团掳走，送去做 Relink 脑机人体试验。可以推测，这个邪恶军阀肯定又是哈姆克。Relink 脑机早期试验型号会使人体产生各种排异反应，唯独无名没有任何排异反应，成为适配度最高的实验体，于是被哈福克训练成了超级士兵。无名联系佐亚的原因也很简单，只要佐亚答应帮他移除脑机，他愿意帮 GTI 潜入哈福克尖塔，入侵通讯终端，恢复 GTI 通讯网络。然而杀进去后才发现中计了，终端根本不在这里，大批哈福克士兵也包围了上来。黑夜之子无名开大大杀四方后，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居然是雅各布哈福克本人。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圈套，目的就是把无名这个跟 Relink 适配度最好的实验体收回。无名逃出来后， GTI 和哈福克之间相继爆发了断轨、禁区等一系列战役，尤其是攀升战役中， GTI 发现哈福克在攀升地区的尖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此时又是一起大事发生，0号大坝突然被毁，在阿萨拉人民被洪水淹没中，哈福克指责是 GTI 为插手阿萨拉事务所为， GTI 则嘲讽是哈福克拙劣的自导自演，双方都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真相反倒无人在意。不久后，一只渡鸦为 GTI 带来了消息，阿萨拉远离陆地的海洋上有一座无法被探测到的小岛，那里是哈福克的潮汐监狱所在地，这里关押着由于种种
种原因，被哈福克认为是可能构成威胁的人员。渡鸦的主人正是其中之一，他就是被推翻的救国王的儿子前太子伊塔克。这也是个可怜人，小时候被蒙蔽陷害，不仅太子之位被废，以为王室扔到了潮汐监狱。他说自己有哈福克的重要情报，于是 GTI 便派出牧羊人露娜以及风衣前去营救。然而还没等他们行动，就在哈福克干员疾风克莱尔即将押运伊塔克前，伊塔克突然按下按钮，一道道牢门迅速打开。原来他早就算好了3人的行动时间，派督衙在囚犯中传递好了信息，引发了整个监狱的暴动。看起来他明明有自救能力，那为什么又要联系 GTI 呢？此时克莱尔跟 GTI 小队突然遭遇，就冲克莱尔和露娜看对方的眼神，两人恐怕不仅仅是所谓赛场上的对手，生活中的好友那么简单。就在 GTI 与哈福克预警血战时，伊塔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此时占据了控制室的囚犯们启动了潮汐封锁程序，水位开始不断上升。 GTI 先行撤离，克莱尔也没有追击，而伊塔克则在狂笑中返回了监狱。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想逃出去。从他的脑机资料可以得知，伊塔克原本是个圣洁孤傲的王子，但童年的悲惨经历让他成了失足的疯子，仇恨哈福克，仇恨 GTI， 仇恨阿萨拉卫队，甚至仇恨父亲和王室。他仇恨任何人，仇恨任何秩序。骗 GTI 来跟哈福克预警大战，很可能仅仅是为了好玩。